你知道吗？原来钟馗是一根木棒。大家好，我是博胜，今天简单分享《民间百神》这本书里边的一些内容。那这本书里边这个神仙角色呢也特别多，那我只就其中一些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几个这种角色呢进行一个简单的分享。先说四周大圣。那四周大圣呢是这个爱情婚恋的保护神。那这里一个传说，说是有一条江叫这个洛阳江，江水非常的湍急，那渡河是非常困难的那在当地呢有一个太守叫做蔡襄，那也是大的书法家，那他就组织大家呢去修桥，想要让这个民众呢能够更好的渡江。但是呢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次都没有成功，因为这个江水实在太过湍急了，就连这个打桥基的这个很大的大条石呢也被江水冲走了。正当蔡襄一筹莫展的时候呢，有一天从这个江上远远的飘来一个小船。这个船上呢有两个人，那船尾呢是一个白胡子的老人，那船头呢是站着一个妙龄女子。那他们缓缓的飘到这个江中心就在那儿稳稳的定住了。这个江水非常的湍急，它居然可以稳稳的定在那儿不动。大家看见了，非常的好奇。正在这个时候呢，这个船上那个白胡子老人呢开始向着岸边的所有的众人大声的喊道：我有一个女儿就是站在船头这个妙龄女子正在是待字闺中，那今天特地到这个地方来，如果你们谁呢投钱，如果投中了她的头部呢，我就把女儿嫁给她绝对不食言。岸边所有的未婚青年听了这个消息以后都非常的兴奋，心想还有这种好事对吧，就投中就嫁给我所以呢这些人呢纷纷的拿出了这个铜钱碎银去投这个妙龄女子，那都没有投中。那老人也不食言每天就划着他的小船来了那些人每天也投都投不中，那这些钱呢就散落到这个江底了这样日复一日的，那这江底呢逐渐呢就形成了一层厚厚的奠基石听到这里肯定大家就发现问题了这两个人呢，就是这个白胡子老人呢跟这个妙龄女子呢其实是不同寻常的这个白胡子老人呢其实就是当地土地爷变化的这个妙龄女子呢其实是观世音菩萨变化的。这样日复一日的过去了，都没有人投中。那有一天呢，有一个四周的美男子来了，他想了一个办法，就是把这个铜钱一捧拿在手里，因为其他人都是一颗一颗这样投嘛，他是一捧拿在手里呢，他想的是呈这放射性这种状态，就是一次性都撒出去，那兴许呢可能投中一个，那他就这样做了，被他投中了。那其实他投中呢也是因为这个观世音菩萨这个法力的结果因为观世音菩萨看见这个桥里这个奠基石就是那些铜钱形成的这些东西已经差不多够了就让他投中。在这个四周美男子投中以后呢，这个白胡子老人也没有食言就让这个男子呢到这个凉亭见面。那这个美男子到了凉亭以后呢，一坐下去呢就再也没有起来了为什么呢？因为刚才我说了嘛这个白胡子老人是当地土地爷这个妙龄女子呢其实就是观世音菩萨。他坐下去的一瞬间呢观世音菩萨呢就已经把这个男子的这个灵魂呢渡到这个西天去成佛了，而他的肉身呢就像雕塑一般坐在这个凉亭当中一动不动了成了这个四周大圣其实在当地也就是世俗的百姓看来呢四周大圣是不幸的，因为他没有得到他的爱情，他没有得到他想要的婚姻虽然说你已经成佛了什么的对吧，但是在世俗的看法当中他是婚姻和爱情的受挫者，所以呢他就被人们呢崇拜为这个爱情婚姻受挫者的一个保护的对象，所以叫做四周大圣。然后来说说门神。相传在远古的黄帝时期这个黄帝呢他是既掌管人间又掌管鬼国的，所以呢他就任命了2位大将来替他管这个鬼国。那这2位大将就是申叔和玉露。据说这2位神将是住在东海上的一个桃都山上面的这个山上呢有一棵巨大的桃树有多大呢？据说这个树丫蜿蜒盘踞达到3000里
在这个枝桠的顶部呢是站着一只金鸡的说的是这个每天早上的第一缕的阳光照在这个金鸡上面呢，这个金鸡就会鸣叫。那接着呢，人间的所有的这个公鸡都跟着一起鸣叫。那在这个枝桠的东北部呢是有一个鬼门的，那在这个鬼门的两边呢是分别站着这个申叔和玉露的他们是负责监视从人间游荡回来的鬼因为有民间传说这个鬼呢是只能在晚上活动的在这个太阳刚刚升起来之前，那在金鸡打鸣之前呢是必须要回到鬼国的。那如果遇到这种不听话的一些祸害人间的这种鬼呢，这个申叔和玉露呢就要将这些鬼呢捆绑起来扔去喂老虎。那所以呢演变到后来呢就是鬼呢它是怕4样东西就是这个申叔、玉露、金鸡和老虎。所以呢民间就用桃木板将申叔、玉露2位神将的形象雕刻在桃木板上面，然后呢将桃木板挂在门上，那以此来驱邪避鬼。那到后来呢就直接将他们的画像直接画在这个桃木板上面。那再到后来呢，百姓呢也是为了图方便，就将他们的名字写在木板上所以呢申叔、玉露这2位神将呢就逐渐的演变成了门神。说到桃木辟邪这个事情呢，我想到之前看的一个内容说的是宗部神后羿的一个事情说的是有一个叫冯蒙的人得知了后羿善于射计，想拜后羿为师。那后来找到后羿以后拜师学艺，那后来学成了，但是呢他的射艺呢始终不如后羿他就是第2嘛，后羿是第1。但是呢冯蒙这个人不甘心，想做第1。那怎么才能做到第1呢冯蒙这个人呢就起了歹心。那有一天呢，冯蒙就用一根木棒，趁这个后羿不备的时候呢，就猛地敲击这个后羿的后脑勺将其杀害了。那后羿死后呢就成为了宗部神。那敲击后羿导致这个后羿死亡的这根木棒呢，其实就是一根桃木。所以呢演变到后来呢就演变到了鬼怕桃木这样一个说法。然后说说钟馗。那钟馗呢其实据说是杜撰出来的一个人物，其实最开始指的钟馗呢指的是木棒因为呢在有的古籍里边就把木棒呢叫做钟馗，但是呢那个钟馗呢是这2个字，所以呢这个木棒用来驱鬼呢可能也就是这个功能之一了。但是呢据说钟馗为什么要在阳间捉鬼呢，其实有一个传说钟馗出生的时候屋子里面是紫气腾腾仙气飘飘的当然呢关于神人的描写嘛，这些是必要的元素据说是钟馗呢是从小呢就比较聪明读书过目不忘，但是呢长得比较丑但是呢在家里边经过多年的这个苦读去进京考试没有考中，但是呢钟馗没有气馁嘛回到家乡里边呢继续的苦读。那在第2次的时候呢居然就考了个头名非常的高兴。但是呢因为可能样子长得确实太过丑陋了就被这个皇帝罢黜了。那钟馗感觉受到了奇耻大辱，所以呢就在这个殿堂之上撞击那个台阶而死。那死后呢这个天帝就将这个钟馗呢封为了这个驱魔大神。那钟馗来到冥界嘛，就想去在冥界捉鬼嘛到了冥界以后呢被阎王告知说钟馗我们这儿呢所有的鬼我都已经派了专人来管理了管理的井井有条，没有哪个鬼怪敢不会听话的，对吧？那你呢，我建议你到阳间去看一看去捉捉阳间的鬼。那钟馗呢就听了这个阎王的话就到这个阳界来捉鬼了。所以呢这个钟馗在阳界捉鬼就是这样一个传说。然后说说牛王的传说据古书记载这个秦文公派人进山砍树其实一直都很顺利，直到遇到一棵大紫树怎么奇怪呢？不管你怎么砍这个大紫树你只要砍一下它那个伤口马上就愈合了那个切口呢也就马上愈合了。那么你不管你怎么砍它都会愈合
啊，甚至找了几十个那种彪形大汉呐，轮流砍。但是呢，这个缺口呢都一直在愈合，你砍一下我就愈合，砍一下我就愈合啊，一直是这样的。那所以呢，众人呢也觉得有点不可理解啊，也非常累了，也就纷纷的回去休息了。那但是有一个脚受伤的人呢，就躺在这个树的附近休息了。到了晚上呢，这个脚受伤的这个工人呢，就隐隐约约好像听见附近有人在说话，但是又看不见有什么东西啊，他断定可能是鬼在说话。他仔细听了以后，仿佛是2个鬼在对话。那假鬼就非常非常自豪的说啊，骄傲的说，我不管那个秦文公他怎么砍啊，他都拿我没有办法。哎，他一砍我马上就愈合，他拿我没有办法。啊，乙鬼呢就反问这个甲鬼，那如果他是穿的红色的衣服呢？啊，如果他再撒上红色的灰呢？哎，这一下仿佛就把这个甲鬼的这个药穴给点住了啊，瞬间愣住不说话了。啊，这一切呢都被旁边的就是脚受伤那个工人呢看见了、听见了。这个工人想，哎，仿佛我好像懂了什么，所以呢，这个脚受伤的工人呢就迅速跑了回去。这个脚受伤的工人跑回去以后，就将他听到的这一切呢告诉了秦文公。那秦文公一听，哦，原来这个大紫树它是怕红色的衣服跟红色的灰啊，那就好办了，对吧？那带上这个红色的衣服、红色的灰啊，叫上人啊，又再次来到了一个大紫树的地方，然后呢，将这些人穿上红色的衣服，那每砍一下就撒一点灰，每砍一下就撒一点这个红色的灰。哎，果不其然，这个树的伤口呢就没有愈合了。那不久以后呢，这个大紫树呢就被砍倒了。那这个树倒下以后呢，瞬间就变成了一个非常非常雄壮的牛啊！这个牛呢就跳水逃跑了。哦，到这个时候呢，众人才明白，哦，原来这个大紫树是牛王变的呀。以上就是关于《民间百神》这本书里边几个角色故事的分享。那如果你有其他相关内容的话，也可以留言告诉我。那本期视频就是这样了，下次见，拜拜。